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夜里的商业大楼一片死寂，阿雄坐在值班室里，监控屏幕前的画面轮番切换，只有静静闪烁的光点陪着他。他是这栋大楼的夜班保全，工作了几个月，早已习惯深夜的孤独与静默。那天晚上，值班的同事临时请假，只剩他一个人守夜。凌晨3点，时间仿佛凝滞。阿雄掏出手机，想刷刷影片打发时间，却发现信号弱得可怜，连讯息都发不出去。他叹了口气，站起来拿起手电筒，决定巡视一圈。这是他的习惯，即使监控画面一切正常，他仍会亲自走一遭，确保没有异常。当他走进地下车库时，寒意扑面而来。地下的温度总比楼上低几度，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潮湿的气味。他脚步轻快，鞋底摩擦地面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金属敲击声从前方传来，声音尖锐而突兀，在空旷的车库里回荡，让人心里发毛。阿雄停下脚步，紧盯着声音来源的方向，电梯旁。他皱了皱眉，心里掠过一丝不安，心想这么晚了，怎么可能有人在车库修理电梯？他压低声音喊道：“谁在那里？”声音回荡，却没有人回答。他缓缓走过去，手电筒的光柱在地面上来回扫动，直到照到了一个人影。那是一个男人，身材高瘦，穿着蓝色的工人服，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，正蹲在电梯门前摆弄工具。“你是谁？这么晚还在干什么？”阿雄试探地问。那人抬起头，用平静的语气说：“我是电梯修理工，刚接到报告说电梯有故障，所以过来检查一下。”阿雄觉得有些奇怪，这么晚真的会有人来修电梯吗？更何况他没有接到任何通知。他掏出对讲机，准备联络值班室的同事确认，但那男人却立刻制止了他：“不用麻烦了，我刚刚已经和公司联系过。”语气平静，但带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坚定。阿雄一时没能反应过来，只好点了点头，站在一旁观察。他看着那男人从工具包里取出一把钳子，将电梯门撬开，露出里面黑漆漆的电梯井。电梯井里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男人低声说着，将身子探进电梯井，伸手摸索着什么。阿雄心里越发不安，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。此时他的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打破了周围的寂静。“阿雄，你在哪里？刚刚有乘客报告说地下车库的电梯坏了，我们没有派人过去。”对讲机里的声音是同事的。这句话像是一盆冷水泼在阿雄头上。他猛地抬起头，目光再次落在那男人身上。那人正低着头，背对着他，动作僵硬的像是一具人偶。“你刚刚说你是修理工，对吧？”阿雄声音颤抖，心跳得像鼓点。男人缓缓转过头来，那张脸在手电筒的光线下显得苍白而扭曲，嘴角的笑容怪异地拉开，仿佛被硬生生撕裂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静静地盯着阿雄，眼神空洞，像是看穿了他的灵魂。阿雄的手一抖，手电筒掉在地上，光柱摇晃了一下，然后停在空荡的电梯井里。当他再次抬起头时，那男人却已经消失不见，留下打开的电梯门静静地敞着，像是一张黑洞般的嘴。“妈的，见鬼了！”阿雄咬牙低声骂了一句，捡起手电筒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他凑近电梯井查看，但里面空空如也，连半点声音都没有。他拿出手机，想要拍下现场的情况，但不管怎么按快门，画面都无法保存，只是一片漆黑。就在这时，警报声突然刺耳地响起。阿雄被吓得一颤，急忙跑回值班室查看。监控屏幕显示，电梯井里有人影坠落，画面定格在一片模糊的雪花点。阿雄浑身冒着冷汗，手忙脚乱地翻查记录，却发现
那段时间的监控视频竟然全部空白，就像是被人刻意抹去了一样。第二天早晨，调查人员来到现场时，发现电梯井底部的确有一具破碎的尸体，但那人的身份却无法查明。奇怪的是，尸体旁边还有一把染血的钳子，经过检测，钳子上的指纹根本无法匹配任何一支数据库中的人。事后，阿雄辞去了这份工作，他开始四处打听关于那栋大楼的事情，终于在一个老住户的口中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故事。几年前，大楼的一名电梯维修工因为操作失误坠入电梯井死亡。从那以后，地下车库的电梯就成了许多人谈之色变的禁地。阿雄想起那晚男人的笑容，还有他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心里不禁发寒。那根本不是人类的语气，更没有一丝人性的温度。从那天起，阿雄不再接夜班的工作，即使在白天，他也总觉得背后有一道冷冷的视线在注视着他。每当他经过电梯时，耳边仿佛总能听见金属敲击的声音，像是在提醒他，那个修理工依然在等待着，等待下一个不经意靠近电梯的人。夜晚的新落成医院静得像是一片孤岛。小王是这里的夜班保全，这是他来这里工作的第一周，整栋大楼还没有开始正式运营，除了他几乎没有别人。他经手的任务很简单，巡逻，检查每层楼的设备情况，确保一切安全无虞。他本以为这份工作会枯燥得让人打瞌睡，然而第一个夜班就让他明白，这栋大楼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。那天晚上，小王坐在1楼的值班室，眼睛盯着监控画面。屏幕上冷白的灯光映照出空无一人的走廊和房间，每层楼都静悄悄的，甚至连一只老鼠都看不到。他摇了摇头，心里暗自觉得自己有些过于紧张。毕竟这是新建的大楼，怎么可能出什么问题？凌晨2点，例行的巡逻时间到了。他拿起手电筒和对讲机，习惯性的在心里嘀咕，就当散步吧。然而当他走到3楼的时候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刚走上楼梯，他就感觉到一股寒意扑面而来，仿佛3楼的空气比其他楼层要冷上好几度。他环顾四周，走廊里的灯光微微闪烁着，像是电压不稳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这只是普通的电力问题，于是继续向前走。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，伴随着他的每一步。然而当他走到中途时，却突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，另一双脚步声紧跟在他的身后。小王停下脚步，那声音也停了。他转过头，空荡的走廊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冷白的灯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心想可能是自己的鞋底摩擦地面造成了错觉。他继续往前走，但脚步声又响了起来。这次那声音变得更加清晰，节奏缓慢而沉重，像是有某个人正紧紧跟在他身后。他的心跳开始加速，头皮隐隐发麻。他再次停下脚步，猛地回头，身后依然空无一人。谁在那里？他喊了一声，声音在走廊里回荡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他举起手电筒，将光柱扫向周围的每一个角落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那一瞬间，他感觉到一股强烈的不安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潜伏在暗处，注视着他。可能是空调的声音吧，他安慰自己，但内心的疑虑却挥之不去。接下来的巡逻，他变得格外警惕，耳朵紧紧地听着周围的动静。那双脚步声时有时无，时而紧贴着他，时而消失在走廊的尽头。他几次试图用对讲机联系值班室，但通话竟然受到了干扰，只能听到一片刺耳的杂音。当他走到3楼的尽头时，他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极限。就在他准备返回的时候，眼角余光突然捕捉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，站在走廊的另一端。那影子高高瘦瘦的，轮廓模糊，
看不清脸。小王的手微微颤抖，手电筒的光柱晃了几下，然后稳稳地照向那个方向。然而，当光线落下时，那影子却像是蒸发了一样，消失在空气中。不可能的，我刚刚明明看见了，他喃喃自语，强迫自己相信那只是错觉。但内心深处，他知道这绝非巧合。他匆匆回到1楼的值班室，打开监控屏幕，企图找到一些线索。奇怪的是，3楼的监控画面竟然一片漆黑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遮住了一样。他尝试切换到其他楼层，画面却都一切正常。小王的心跳越来越快，他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对劲。他想打电话联系上级，但手机的信号依然断断续续，无法接通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整栋大楼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小王躲在值班室里，手里紧紧握着手电筒，耳边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。就在这时，一阵低沉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这次是从楼梯间传来的。那声音很慢，像是有人在刻意拖延时间，每一步都沉重而有力，仿佛直接踩在他的心上。他死死盯着值班室的门，手心渗出冷汗。他知道，无论如何，他无法躲过这次面对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最终停在了值班室门外。门缝下透进来的光线突然被什么东西遮住，仿佛有一道影子站在门口。小王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门外静悄悄的，但小王能感觉到，那东西依然在那里，等待着他做出任何一个动作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外的影子终于消失了。小王僵硬地坐在椅子上，浑身冰冷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告诉自己一切都结束了，但心里的恐惧却依然挥之不去。第二天，医院的工程部来检查3楼的设备，发现那里的电路和监控系统全都出现了莫名的损坏，像是被强电流烧毁。而在电力恢复后，监控录像却显示3楼走廊里不断出现一个模糊的身影，在画面中来回徘徊。小王再也不敢独自夜班，每当有人问起，他总会不寒而栗地说，那天晚上我听见的绝对不是幻听。他不知道那双脚步声的主人到底是谁，或者说是什么，但他确信自己曾经非常接近某种不可名状的恐惧，而那恐惧至今仍盘踞在那栋大楼的某个角落，等待着下一个倒霉的夜班保全。夜晚的物流仓库空荡而寂静，巨大的钢结构框架和高高的货架在微弱的灯光下投下阴影，显得格外阴森。老陈已经在这里当了5年的夜班保全，他熟悉这片空间里的每一条走道和每一个角落，却依然对夜晚的仓库心存忌惮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仓库里的空气总是莫名的压抑，仿佛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这天夜里，一切看起来和往常并无不同。老陈坐在值班室里，盯着监控屏幕，手里端着一杯快要凉掉的茶。屏幕上显示着仓库的各个角落，无非是一些整齐排列的货架和偶尔闪过的仓鼠。他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伸懒腰，准备等再过半个小时就出去巡逻一圈。刚端起茶杯，他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声响，像是金属刮擦地面的声音。声音极其微弱，断断续续，但在空旷的仓库里显得格外清晰。老陈愣了一下，把茶杯放下，眉头微微皱起。他熟悉这里的一切设备，知道仓库里没有什么机械会发出这种声音。可能是老鼠啃东西吧，他心里这样安慰自己，却还是拿起了手电筒，起身朝声音的方向走去。声音的来源在仓库的东北角，那里堆放着一批刚运进来的木箱，每一个箱子都被粗大的铁链捆得结结实实。这批货物是前2天送进来的，据说是从海外运来的贵重物品，连物流公司都没有具体透露里面装了什么。老陈只是做他的工作，并未多问。他走到那批木箱旁，声音忽然停止了。
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声和手电筒微微晃动的光柱。他环视了一圈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就当他准备转身离开时，那声音又响了起来，比刚才更清晰，像是铁链在地上被慢慢拖动。老陈的后背冒出一层冷汗，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声音的来源，终于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地方，其中一个木箱的铁链竟然松开了一部分，末端拖在地上，正随着某种不知名的力量缓缓移动。他皱起眉头，用手电筒仔细检查，发现锁链断裂的地方有一些奇怪的痕迹，好像是被什么尖锐的物体硬生生割断的。他伸手碰了碰那锁链，感觉到一股冰冷的寒意，像是金属本身带着某种异样的温度。就在他低头仔细查看时，箱子里突然传来一声闷响，像是什么东西在里面用力撞击。老陈猛地后退了几步，差点摔倒。他紧紧盯着那个箱子，心跳得快要跳出胸膛。他知道这里的货物通常都是死物，不可能自己动起来。谁在里面？他壮着胆子大声问，声音在仓库里回荡，却无人回答。箱子里的撞击声持续了一会儿后，又逐渐平息，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他的错觉。老陈心头的不安越来越强烈，他举起对讲机准备联络同事，却发现对讲机里传来一片刺耳的杂音，根本无法正常使用。他咒骂了一声，决定先回值班室调取监控，看看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回到值班室后，他急忙打开监控屏幕，切换到东北角的画面。然而屏幕上显示的却是一片雪花点，整个画面仿佛被干扰了一样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他尝试重新调整，但无济于事，监控似乎压根无法捕捉那片区域的情况。老陈心中的不安彻底被恐惧取代。他回忆起过去几年里自己曾听过的一些传言，有同事说这片仓库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，一个装卸工在深夜搬货时不小心被砸死，尸体第二天才被人发现。还有人说仓库里偶尔会出现莫名的声音，但调查后却总是找不到原因。就在他思索时，东北角的方向再次传来金属摩擦的声音，这次更加剧烈，像是整片空间都被那声音充满。他的头皮一阵发麻，犹豫着是否应该报警，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警察来了，看到的也许只是一批普通的货物，甚至可能觉得他在神经过敏。他又一次拿起手电筒，决定亲自去看个究竟。他走到仓库里时，那声音已经消失，四周恢复了诡异的寂静。然而当他靠近那批木箱时，他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，所有的锁链都散落在地上，而那些木箱的盖子竟然全部被打开了。老陈颤抖着手电筒，慢慢地靠近一个箱子。他本能地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，但当手电筒的光照进去时，他的瞳孔猛地一缩，箱子里竟然空无一物，只有几条被扭曲的铁链，表面覆盖着一层像是干涸血迹般的深色痕迹。突然，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他猛地回过头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脚步声却并未停止，反而越来越近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以不可见的姿态向他逼近。他惊恐地后退几步，手电筒的光柱晃动不已。是谁？他几乎是吼出来的，但回答他的只有那沉重的脚步声，还有四周回荡的冷风声。就在他即将崩溃的时候，仓库的灯光突然熄灭，四周陷入了彻底的黑暗。他的手电筒也随之失效，好像被某种力量彻底抽遣了电量。他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，耳边充斥着金属的碰撞声、锁链的拖动声，还有无数低语在嘲弄着他的细碎声音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终于跌跌撞撞地跑出了仓库，回到值班室后立刻将门反锁，浑身早已被冷汗浸透。直到天亮，他都不敢再踏进仓库一步。第二天，公司派人来清理那些木箱时，发现里面竟然渗出了奇怪的黑色液体，
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气味。那批货物的来源成了一个谜，公司调查后却始终无法找到任何记录。老陈很快辞去了这份工作，他再也不敢接近任何仓库。而在那片仓库里，夜晚里的锁链声依然会时不时响起，提醒着所有人有些东西最好永远不要去探寻它的真相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